最近我看了 Netflix 的新台剧《童话故事》下集，由柯佳燕和刘以豪主演。20年前，我在周杰伦的《放 MV》里第一次看到他，那时候就觉得他气质超独特。后来想见你让我彻底入坑，这次他在《童话故事》下集里演的林依玲又让我大开眼界。这部剧完全颠覆了我对婚姻的幻想，你以为王子和公主结婚后会从此幸福快乐？错了，婚后生活才是一场现实大戏。今天这期视频，我和你们聊聊这部剧教我的10个残酷真相，尤其是给所有女性朋友，这些是婚后才懂的必修课。我追这部剧的时候，真是又爱又恨。柯佳燕演的林依玲，一个婚后每7天就想离婚的女人，简直是很多女人的嘴替。还有刘以豪演的曾学友，一个典型的妈宝老公，看得我又是气又是笑。这部剧不走寻常偶像剧路线，而是把镜头对准了童话故事的下集，结婚后的鸡毛蒜皮、婆媳矛盾和自我挣扎。我边看边反思，婚姻到底是什么？是天堂还是地狱？都不是，它就是人间，一个需要你我一起面对的现实场域。所以不管你是单身、恋爱中还是已婚，这10个真相绝对值得一看。他们不仅来自剧里柯佳燕的劝世金句，也来自我追剧时的感悟，可能提前帮你避开婚姻里的坑。真相1：婚姻不是童话结局，而是修行的开始。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明明就是修炼的开始。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柯佳燕饰演的林依玲吐出的一句扎心金句。我看剧时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因为它太真实了。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结婚就是大团圆结局，从此幸福快乐。可这部剧却撕碎幻想，告诉你婚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一场漫长修行的起点。剧中林依玲婚前是独立飒爽的剪辑师，事业有成，性格大喇喇，像个现代女侠。婚后却变成家政妇，围着妈宝老公曾学友和婆婆转。曾学友凡事靠妈妈，林依玲却要独自扛起琐碎生活，甚至调侃自己每7天想离婚一次。这不就是现实里很多女人的写照吗？婚前以为找到依靠，婚后才发现自己才是被磨练的那一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爱情退潮后留下的是磨合与妥协。林依玲的处境让我感慨，婚姻不是修成正果，而是修炼的开始。这句金句像给恋爱脑当头一棒。你以为婚礼钟声敲响就万事大吉？错。婚后有婆媳矛盾，老公懒散，生活琐碎，都需你去适应解决。这里林依玲和曾学友因生活习惯争吵，他想搬出去，他拖延不决，最后他妥协。这种拉锯战在现实婚姻里太常见。这真相启发我，女人婚前要擦亮眼，别被童话洗脑。婚姻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所学校，你得学会包容、沟通，甚至自我成长。姐妹们，若期待婚姻是完美结局，先问自己，准备好开始这场修行了吗？看看林依玲的遭遇就知道这条路多颠簸。我的建议是，婚前多聊生活规划，如婆媳关系、家务分工、育儿安排。不提前沟通，婚后就是定时炸弹。婚姻这场修行，靠的是你的底气，你准备好了吗？真相2：优秀如你，为何要随便嫁？我这么优秀，为什么要随便嫁？怎么不说优秀男人太少，要怪我太挑？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扔出的一句硬核金句，听完我直接拍大腿，太对了。剧中柯佳燕饰演的林依玲有颜值、有事业、有才智，是个独立自信的剪辑师。可过了30岁，她依然逃不过社会的检讨，单身被说太挑，条件好还不结婚就被贴上剩女标签。她却反问，怎么不说是优秀男人太少，要怪我太挑？这话给被催婚的姐妹出了一口恶气。
现实里，这种情况太普遍。社会总觉得女人过了某年纪就该赶紧把自己处理掉，可林依玲用行动证明，优秀的人有权挑，不将就是底线。剧里，她宁可一个人过得精彩，也不愿随便找个不合适的人凑合。这让我反思，为什么女人总被要求降低标准，而男人却能理直气壮地挑三拣四？林依玲的硬核反击点醒了我，知道自己的价值，把自己过好才是王道。匆忙嫁人往往后悔，我见过太多姐妹为了摆脱剩女标签，婚后才发现对方不匹配，活得比单身还累。这个真相的启发是，女人不必被太挑绑架。你吃西瓜都要挑，找伴侣凭什么不能挑？优秀如你，有资本等待匹配的人。单身不是失败，凑合才是妥协。别让催婚乱了阵脚，你的价值不是由婚姻定义。林依玲的金句直击现实，优秀男人少，不是你的错，而是真相。我的建议是，婚前问自己，他懂我吗？他尊重我吗？他值得托付吗？若有一个不，就再等等。珍惜自己，别急着跳进婚姻的坑。等一个能并肩的人，才是对自己的尊重。姐妹们，你这么优秀，凭什么随便嫁？真相三：30岁后，社会改口逼你做贤妻良母。大家都会要你努力读书，找好工作，可是一过30，大家就会改口。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无奈吐出的一句金句，听完我心揪了一下，太真实了。剧中，林依玲是个事业有成的剪辑师，30岁前被鼓励努力向上，可一旦过了30岁，周围人变脸催她结婚生子，仿佛之前的奋斗成了笑话。她反问，为什么女人过了30岁，目标就要变成贤妻良母？那你前面叫我努力向上，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这话戳中无数女性的痛点，我直接想为她鼓掌。现实里，这种双标太常见。小时候，父母老师推你读书拼事业，可一到30岁，风向突变，事业不再重要，婚姻和家庭成了唯一标准。林依玲不想被绑架，坚持自己的节奏，但在现实中能做到的人太少。我见过姐妹刚事业起飞就被催婚逼得喘不过气，甚至有人为了嫁得出去放弃升职，结果活得更不开心。林依玲说得好，每个人一出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没谁要为谁而活。可现实里，这种独立常被年龄绑架。30岁像个分水岭，之前为你自己活，之后被要求为别人活。这个真相让我感慨，社会改口不代表我们得改目标。女人过了30岁，不是只能做贤妻良母，你的梦想和价值不该被年龄限制。剧里林依玲的选择是启发，想做什么就去做，婚姻不是必修课，自我实现才是。别让30岁成紧箍咒，因年龄焦虑妥协，往往后悔。我的建议是，面对催婚，坚定底线。问自己，我现在开心吗？我想要的未来是什么？若答案与结婚无关，就别逼自己。30岁前要你努力，30岁后改口逼你做贤妻良母，这种逻辑很荒谬。姐妹们，别被这玩笑框住，活出自己的节奏，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真相4：婚姻是马拉松。对女人来说，婚姻不是球赛，是马拉松。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让我深思的一句话。听到这，我脑子里全是画面。婚姻不是冲刺到终点就赢，而是要跑一场漫长的耐力赛。这里，林依玲点出婚姻本质不是短跑的激情，而是马拉松的坚持。她和曾学友的故事就是例子。她婚前甜言蜜语，婚后却躺平，家务不做，决定靠妈，全扔给林依玲撑。她却像跑马拉松，每天调整节奏，努力让关系走下去。她还说，就算一起跑，速度不一样，就不会一起抵达，只会越来越远。这不就是很多夫妻的写照吗？现实里，我也见过男人婚后懈怠，
女人咬牙坚持的例子。婚姻对男人像终点，婚礼一结束就松懈，对女人却是长跑开始，家务、婆媳、育儿压力全上肩。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林依玲在剧里提出搬出去独立生活，想让婚姻健康，可曾却又拖拉，她只能妥协。这种速度不同步的拉锯，太容易让感情变淡。婚姻的长久靠的不是婚礼浪漫，而是步伐一致。否则，就像有些姐妹一个人跑全程，最后跑不动只能放弃。这个真相启发我，婚姻是马拉松，找个同频奔跑的伴侣最重要。林依玲的坚持让我看到女人常更懂得付出，但若对方躺平，这场比赛跑不远。婚前别只看他起跑帅不帅，要看他有没耐力陪你到终点。我的建议是，观察他的责任感和长线思维，他会分担家务吗？有未来规划吗？若只在恋爱冲刺，婚后多半掉队。婚姻不是比谁先到，而是谁能陪你跑远。姐妹们，别独自扛着跑，找个一起跑的队友，才不会崩溃。真相5： 1+1不等于2。你以为找个人作伴会是1+1等于2，但其实只是1+1等于1。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让我醍醐灌顶的一句话。我们常以为婚姻是携手变强，可它揭开真相，它不是加法，而是妥协的减法，甚至让你从1变成 0.5。 这里林依玲婚后发现，结婚不是多一个帮手，而是多一堆迁就。曾学友懒散，习惯不同，他得从我变成我们，妥协节奏适应他。他说，吃喝拉撒睡都要迁就对方，把自己变成 0.5， 婚姻不是半，而是半。这太真实了，你以为生活翻倍幸福，结果自由少了一半。现实里，这种减法很常见。婚前独立的女人，婚后常调整作息，放弃爱好，变成半个自己，而对方没变。这里，林依玲为家庭牺牲时间，曾学友却还是原来那个他。这种不平衡让婚姻成束缚。我见过姐妹婚后为对方搬家，弃职，连朋友圈都变少，感叹自己不像自己。林依玲的金句点醒我，婚姻不是让你更多，而是可能更少。你以为1+1等于2，可往往自己成了 0.5。 这个真相启发我，婚前要想清楚能否接受变成 0.5。 林依玲的挣扎说明，婚姻需要平衡妥协。姐妹们，若不想失去自我，找个愿意一起做1+1的人，别让你独自缩水。我的建议是，婚前看的是否双向付出，聊聊生活分工、家务分配、兴趣平衡。若他不愿谈，婚后别指望他变。婚姻应是共赢，1+1不等于2，而是可能成 0.5。 姐妹们，别让自己只剩一半，找个能一起成长的伴侣才值得。真相6：婚姻是最不合理的契约。婚姻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契约，一画押就是一辈子。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扔出的一句让我瞠目结舌的金句。听到这话，我脑子嗡了一下，婚姻真是个怪东西，1000字就绑一辈子，合理吗？这里林依玲点破真相，婚姻是高风险的终身承诺，现代社会却用老观念框住它，太不公平。最终，林依玲婚后面对婆媳矛盾和曾学友的妈宝行为感到窒息。她吐槽，怎么可能5、60年都不对别人动心？这话太敢说了。她发现婚姻现实远比承诺复杂，可契约却要求她一生忠诚。她每7天就想离婚，却被家庭责任拉回。这种不合理的束缚让她质疑，凭什么一画押就得绑到老？现实里，
我也见过类似挣扎。朋友结婚5年，发现老公没了热情，自己也动过心。她说，一辈子太长，谁能不变？这跟林依林的想法如出一辙。现代人感情选择多了，可婚姻还拘泥于一辈子的老规矩，一旦签了，你就得背负家庭、社会的压力，想跳出去都难。追剧时，我感慨婚姻像没退路的长约，签时满心期待，执行才发现条款苛刻。林依林面对曾学友的拖延和婆婆干涉，动过离婚念头，可一想后果就退缩。我见过姐妹因老公出轨想离，却怕影响孩子，只能忍。她说，早知道这么不合理，我就不签了。婚姻的终身制在现代显得格格不入，林依林的金句直击痛点，一画押就是一辈子，太没弹性。这个真相启发我，婚前要评估这份契约的风险。林依林的吐槽让我明白，婚姻不是浪漫终点，而是可能让你进退两难的起点。姐妹们，现代婚姻需要灵活性，别被一辈子吓倒，也别让它困住你。我的建议是，婚前跟对方聊底线和退出机制，感情变淡怎么办？能接受分开吗？若他觉得这不吉利，说明他没想清契约重量。婚姻是最不合理的契约，签前想清楚，别跳进回不了头的坑。姐妹们，保护自己比盲信承诺更重要。真相七，别为了孩子结婚。不要为了小孩结婚，结婚是要为了在一起一辈子才结婚的，你有小孩不一定要有老公啊。这是童话故事下集李谢依林饰演的娜姐人间清醒说的一句让我拍案叫绝的话。听到这一句，我心想，终于有人把真相讲透了。剧里娜姐用这句话揭开一个残酷现实，为了孩子结婚往往是女人最大的牺牲，却不一定换来幸福。剧中林依林和婆婆因生不生孩子冲突不断，婆婆天天催，林依林不想妥协，而娜姐更直接。娜姐觉得生小孩跟老公不是一个套餐，她现在只想要单点小孩。娜姐生下宝宝后独自抚养，活得潇洒，与林依林的婚姻挣扎形成鲜明对比。她用行动证明孩子和婚姻不必捆绑。林依林虽没像娜姐那样果断，但她的困境也呼应了娜姐的清醒。她跟曾学友的生活已够乱，若再加个孩子，只会雪上加霜。现实里，为孩子仓促结婚太常见。我有个朋友意外怀孕后嫁人，以为是为孩子好，可婚后老公不上心，她独自带娃还得上班，累到崩溃。她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不会嫁。女人怀孕10个月，产后育婴，付出远超男人，若队友不给力，只会拖后腿。娜姐选择单点小孩，不加老公，比林依林的婚姻困境更轻松，展现了另一种可能。追剧时，我感慨社会总觉得孩子能救婚姻，可它往往是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识一人，婚后老公出轨，她为孩子忍10年，最后还是离了。她说，孩子没让我幸福，反而更痛苦。娜姐的金句点醒我，结婚因为两人感情，不是为生孩子凑合。她说的生小孩不是套餐，让我看到孩子不该是婚姻的枷锁。这个真相启发我，别拿孩子当结婚理由。娜姐的果断和林依林的挣扎告诉我，婚姻的基础是爱与默契，不是生育任务。姐妹们，若没准备好做妈，别因压力妥协。我的建议是，婚前聊清对方对生孩子的态度，他只想传宗接代，还是真心跟你养育？问问孩子谁带，经济怎么分担？若他推卸责任就跑。娜姐说，别为了孩子结婚，生小孩不是套餐，可以单点。姐妹们，孩子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别拿幸福冒险。婚姻是为了一辈子，别让孩子变成负担。真相8，爱你的人不会逼你改变。我喜欢你就是你，喜欢你让我就是我，没有要我改变什么。
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回忆初恋时说的一句让我泪目的话。听到这一句，我心里一暖，又有点酸。这里林依玲点出真相，真正的爱是接纳而非改造，可现实婚姻里改变往往成了常态。剧中林依玲和曾学友婚后矛盾不断，她发现自己一直在妥协，生活习惯、人生规划都得按她的节奏来。可恋爱时，曾学友爱的正是她大大咧咧的个性。他回忆当初相爱的原因时说：“我喜欢你就是你，喜欢你让我就是我。”这多美好啊！可婚后，曾学友嫌她太强势，婆婆要求她温柔点，林依玲差点忘了自己是谁。我看这幕，心想：爱怎么就变味了呢？她最终提醒曾学友，爱他就该接受真实的他。现实里，逼你改变太常见。我有个朋友，婚前老公爱她活泼，婚后却嫌她话多，让她学贤惠。她试着改，却越改越压抑，最后连朋友都不敢见。她说：“我变了，她还不满意，我为谁活？”这跟林依玲的遭遇如出一辙。这里，林依玲找回初心，我也见过姐妹婚后为对方放弃事业，却被嫌没上进心。她们改得面目全非，对方还是不满意。林依玲的金句让我明白，真正的爱是欣赏原本的你，不是把你改成别的样子。这个真相启发我，找个爱你本色的人。林依玲的坚持告诉我，婚姻不该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姐妹们，若有人爱你却要你改变，他爱的可能是幻想，而非你。我的建议是，婚前看清他能否接纳你的全部，他嫌你缺点吗？支持你兴趣吗？若他总想改造你，就拜拜。爱你的人不会逼你改变，别为取悦别人失去自己。真正的爱让你更自由，不是更拘束。姐妹们，珍惜那个让你做自己的人吧。真相9：男人婚后常变妈宝。男人就是会故意把事情做得很糟，让你看不下去，你就会动手。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气到炸裂的一句话。听到这，我差点笑喷，又觉得心酸。这里林依玲揭开真相，男人婚后容易变妈宝，女人却得扛起一切，这不公平却太真实。最终林依玲婚后发现曾学友是生活废柴，家务不会做，做饭一团糟，剪指甲满地乱喷，最后都得他收拾。他吐槽，他故意搞砸，就是让我接受。我看这幕，气得想摇醒他。更过分的是，他凡事听妈妈的，林依玲不仅当老婆，还得当第二个妈，家务、情绪管理全压他身上。这种男人婚后变妈宝的现象，简直是婚姻大坑。现实里，我朋友婚后老公连洗碗都砸锅，她看不下去全包，最后累成保姆。她说：“我嫁了个儿子，不是老公。”这跟林依玲的遭遇一模一样。追剧时，我感慨男人婚前可能是暖男，婚后却成巨婴，把责任推给女人。这里林依玲想搬出去独立，曾学友却依赖妈妈不肯走，她只能硬撑。现实中，我认识的人老公连孩子作业都不管，全扔给她，她崩溃说：“我嫁他图什么？”林依玲的金句点醒我，男人变妈宝往往故意让你接盘，女人从伴侣变成全能保姆，太常见也太心酸。这个真相启发我，婚前要看清对方责任感。林依玲的愤怒告诉我，女人不该在婚姻里当全职保姆。姐妹们，若她只会拖后腿，别指望婚后她变好。我的建议是，婚前测试她独立能力，让她做顿饭或处理家庭问题。若她只会推卸，就跑。男人故意搞砸让你动手，别嫁个妈宝回来。姐妹们，婚姻是分担，不是你一人扛，别让自己累断气。找个能并肩的伴侣才是正解。真相是，婚姻是照妖镜。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照妖镜。
这是童话故事下集里林依玲说的一句让我毛骨悚然又不得不服的话。听到这句，我心想，婚姻还真能把人照得清清楚楚。这里林依玲点出真相，婚姻不是遮缺点的滤镜，而是暴露本性的镜子，好坏都藏不住。剧中林依玲和曾学友婚后磨合不断，她的大喇喇和她的优柔寡断全暴露。婚前她觉得自己独立坚强，她觉得自己温柔体贴，可婚后她发现自己会暴躁，她暴露依赖本性。她对着他吼，婚姻是照妖镜，照出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太真实了。婚后生活撕掉伪装，爱情滤镜碎一地。现实里，我朋友婚前觉得自己温柔，老公觉得自己大男子主义，婚后却发现他火爆，他怂。他说，我才知道自己多凶，他多胆小。这跟林依玲的经历如出一辙。追剧时，我感慨婚姻不像恋爱能装。剧里林依玲想搬出去，曾学友暴露拖延，他暴露急脾气。现实中，我闺蜜婚后发现自己挑剔，老公不上心。她说，婚姻是面镜子，照得我不敢认自己。林依玲的金句让我明白，婚姻照出最真实的你，缺点放大，无处可藏。剧里他们学会面对不完美，现实中我也见过夫妻因暴露本性而调整或崩溃。这个真相启发我，婚前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也准备面对不完美的他。林依玲的成长告诉我，婚姻不是变完美，而是变真实。姐妹们，别怕被照出来，关键是能否一起成长。我的建议是，婚前多相处，观察彼此在压力下的反应，吵架时他怎么办，琐事中他什么态度，这些能提前找出真相。婚姻是照妖镜，别指望藏住妖，找个接受你本性的人，才能跑赢这场马拉松。姐妹们，真实是婚姻的起点，不是终点。看完童话故事下集，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婚姻不是童话的延续，而是现实的试炼。这10个真相，从修炼的开始到照妖镜，每一句都像当头棒喝，让我重新审视爱情和人生。作为女人，我们值得更好的自己，也值得更好的伴侣。剧里林依玲的挣扎和清醒，真的给了我太多启发。别被童话洗脑，别被年龄绑架，更别为了别人放弃自己。婚姻是2个人一起跑的马拉松，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追着部剧的时候，既心疼林依玲，又佩服她的勇气。她让我看到，女人可以在婚姻里找到平衡，也可以在单身时活得精彩。姐妹们，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这10个真相都提醒我们，活出自己的价值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只是选择之一。最后，我想问问你们，这10句金句里，你最认同哪一句？或者你有什么婚姻故事想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愿每位姐妹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姻，都活得像林依玲一样清醒又强大。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